我30岁走投无路了，500多万的负债压得我喘不过气，催收电话从早响到晚，信用卡逾期的通知一条接一条，老家是彻底回不去了，连过年的资格都没有。西北的小山总，妈妈还在盼着我回家，可我打什么回？跟他们没见心一分钱都掏不出来，甚至不敢跟他们说催收的事，怕他们担心。工厂又关了，没想到那么突然。去年放假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员工们说，我说过完年大家一起上来，做好一点，都会给大家发工资。现在工作都没了，你们看一下，10几年了，陪伴了10几年。中国珠三角曾被称为全球制造业心脏，深圳的电子、广州的汽车、东莞的外贸加工，曾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。那时的工业园区机器轰鸣，货车穿梭，外来务工者如潮水般涌入，构成了珠三角最具活力的时代画面。然而这一切已成为过去，如今广东的工业园区变得异常安静，铁门半掩，厂房内灯光昏暗，甚至有的门口已经贴上了转租或出售的告示。当地人说，在某些工业园区里，接近90%的工厂已经停工或倒闭。广东经济倒退了30年。这就是我们小两口在广东惠州600块出租屋里的真实生活。6点20，我下班买好菜回到我们的小家。我老公在重工业厂上班，月收入1万到1万2左右。我呢找了一份人事工作，底薪2300，在家提成。前2年创业栽了跟头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快点把这个坑填上，我们选择来广东打工，孩子留在老家上学，成为了大家口中的留守儿童。为了多存点钱，我们几乎不下馆子，也不点外卖。我老公不加班，每天7点左右下班到家，我都会掐好时间做饭，保证他忙了一天，一到家就能吃上口热乎的饭菜。博主说，经常有人觉得他们夫妻俩加起来1个月1万5的收入不算多，还不如回老家过得轻松些，也能陪在孩子身边。但他坦言，如果回到老家，这笔债务可能要拖上好几年才能还清。而在广东打工，2个人一起咬咬牙节省一些，1、2年或许就能还清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多攒点钱，早点把孩子接到身边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好好过日子。据了解，现在深圳、东莞、苏州很多工厂都关门了，北京、上海、浙江这些很多大城市的工厂情况也相当严峻。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都不再招人。现在的形势是工厂制造业最艰难、最严峻的时刻，不仅工厂没有订单，员工工资也要正常发放。那些老板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工厂都给卖了，因为厂房房租每天放着不开工，一天也要好几万。等到开工的那一天，员工走的也差不多了。若是所有工人都失业了，那么他们背后的一家老小该怎么办？你又该怎么办？广州一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在广州开了7年全年无休的烟酒店，2025年的生意让我们怀疑广漂15年的尽头还是回老家。我们的烟酒店是7年前花3万转让过来的，在一个城中村路口。为了节约成本，我们没有请人，2夫妻轮流守在店里10几个小时，才能让我们这个小家在大城市生存下来。今天早上我把手机打开，竟然连一个收款的消息都没有。老公每天守店到凌晨，不可能一单都没有。等他醒了，我再好好问问他。博主的老公醒来后告诉他，昨晚守店守了2个多小时，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。这是他们开店以来头一回，他们都不敢相信广州的人到底都去哪儿了。曾经的他们以为广漂的最后是在广州有房有车有户口，可带着孩子漂了7年，他们才明白现实并不是这样。他感叹，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真的在广州混不下去了吗？我来自湖南郴州，98年27岁，在东莞打工第5年了，未婚未育，无房无车，现在干着单休的活。
月薪干个5000，对着广东的高楼大厦，抬头是别人的光鲜，低头是自己微薄的工资。月薪5000真的像藏在阴沟里的老鼠，累倒不是最磨人的，最磨人的是看不到头。今天家里还有点腐竹，简单的炒个腐竹炒肉吃。这份工资撑不起我想要的生活，更谈不上什么未来。无数次盯着屏幕想点辞职，可现在的广东环境有多卷，多少人失业后口袋比脸还干净。我连裸辞的勇气都没有。没有外地人来广州，我们房东真的要喝西北风啊！广州的钱真的太难赚，然后工作也太难找了，是不是你们面临的问题啊？来，今天我带你们看这一栋楼，这么好的装修的房，而且位置特别好，旁边就是广安医院，居然800块钱的大单间也租不出去。现在就带你们上去看一下，为什么会这么好的房都租不出去啊？在广州赚钱，你就真的是别想着在广州带回去钱哦，你只能在这里赚钱，在这里花。在广州今年租房真的是太难了啊，空置率特别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在广东工厂里一天挣200元，算多还是算少？我来广东7年了，目前做小时工，每天工作10小时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收入。说实话，在广东的工厂里，这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。流水线上多的是用同样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还拿不到这个数的人。但放在整个广东来看，它又实在不算高。这里机会多，高收入的人也多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像我这样每天靠着200块钱安排生活，计算明天的普通打工者还有很多很多。博主说，出门在外打工最怕的就是生病。现在的药价实在太高，随便买点药，一天辛苦赚来的钱就没了。对我们这样的打工人来说，健康就是最好的储蓄，把身体照顾好就是守住了钱包，也守住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。这几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工作难找，钱也难赚。他觉得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能按时领到工资，已经是一种福气了。手里的钱多一些，心里也就更踏实一些。当最后的员工开始清理厂区，再见了。东莞清溪长荣玩具有限公司2025年12月26日宣布停产清算。长荣1998年在东莞建厂，历经27年的发展，成为万人大厂。公司福利待遇优厚，是东莞清溪最大的玩具厂。如今宣布停业了，真的是令人惋惜。从此，东莞又失去了一家万人大厂。千万别来深圳打工了，用我朋友亲身经历告诉你一个扎心真相。大家都以为深圳遍地是黄金，随随便便就能月入过万，但其实连一份正经工作都很难找到。这可能是你刷到的最真实的深圳打工真相。当你真正来到深圳，打开招聘软件，满眼都是月薪7、8千，工价28、29、30的诱人岗位。但现实是，这些好的工作你根本摸不到边，最后到手的也就是5000到6000。现在多少人梦想来深圳发展，可你真的来了，就会发现找工作比找对象还难。月薪5000，在广州我该坚持吗？我26岁，来自广东潮汕，未婚单身的状态。在广东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城市，月薪5000像一道刺眼的分界线，它看似一种安稳，实则满是争议与不甘。客服的工作更是一眼望到头，我几乎看不到任何盼头。辞职的念头在我心里翻腾过无数次。我抬头看看四周，就业环境冰冷，多少人失业后杳无音讯。我摸摸空空的口袋，那份说走就走的勇气瞬间被现实击得粉碎。所以我想问问大家，这份工作到底还值不值得坚持？广州本地人都要被逼走了。刚才我跟一位广州的朋友喝茶聊天，他说等家里的拆迁款到手了，就打算搬去其他城市发展了。我打去问他，你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广州吗？难道你不爱广州了吗？但只是想想啊，确实挺心酸的。广州这些年真是怪了，各行各业越来越不好混，搞得人啊生活压力山大，工资低，物价高。博主表示，别被网上一些所谓专家的说法误导，说什么广州收入高，机会多。其实很多打工人辛辛苦苦赚的那点钱，交完房租就所剩无几，至于买房，那更是遥不可及。我们大部分工厂都是过了元宵节才开工，你们说是没有订单还是没有工人做呢？你们的行业什么时候开工？看看去年年底，我觉得有2个可能。第一，
去年一整年的生意，大部分鞋厂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。年底的时候，订单量不足，很多早就已经放假了。年底没有多少订单的工厂，工人很多都不会回到原先的工厂。博主说，在许多2、3线城市，很多人一个月挣到4、5千元，而在1线城市，即便工资看起来有7、8千，甚至1万元，但工作不稳定。要是算上空窗期，一年平均下来也就5、6千。此外，在广州、深圳这样的城市工作，节奏快，开销大，生活压力大，所以很多人现在不愿意往外跑了，宁愿在家门口找份活干，既能照顾老人小孩，生活节奏也慢，过得更安一些。广州农村6年，一家4口不打工不租房，每月还能存2500。为什么我们宁愿在广东农村过得紧巴巴，也不愿意外出打工？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嫁来6年了，住的是公婆10几年前盖的自建房，有一辆10几万的车，收入不算高，但除去开销，每个月还能稳稳存下2500块。如果出去打工，要租房，要奔波，工资其实也差不多，外地的消费也不比广州低。在农村，公婆种了青菜，养了鸡鸭鹅，一年能省下一大笔伙食费。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但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爸爸。博主说，老公一有空就会陪他一起带孩子，一家人不必分隔两地，孩子也不用成为留守儿童。他觉得幸福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。这种简单安逸的小日子就是一种难得的快乐。刚收到一个震惊消息，龙江又有一家工厂倒闭跑路，目前暂时不方便透露品牌。更让人感叹的是，这家工厂并非小作坊，曾经有着不错的规模与基础，最终却因老板想买厂房急于扩张，产品又跟不上时代，最终导致资金链崩盘，最终说没就没了。当前市场环境下，工厂该如何更好的生存下去？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与时俱进，顺势而为，要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。这是哪个落幕的工厂？这是索尼在华南的第一家独资工厂，如今也完成股权变更，悄然撤离。实打实的 N+3 赔偿大手笔从不拖沓。009的员工补偿金超20万，这份对员工的诚意与担当，让他稳稳收获了所有人的认可，无愧是大家口中的良心企业。这是哪个落幕的工厂？这是东莞长平华基实业，从2020年8月开始放假至今，始终没有官宣解散，默默为员工持续缴纳社保，每月准时发放生活费，在行业寒冬里守住了一份难得的责任与温情。这样的企业真的太让人敬佩动容。2026年倒闭的第一个工厂出现了，10几万就给它卖掉了。跟我做的是同一个品类，都是做旗舰门的。我听说它这个展厅去年年底才重新装修的，还是个新展厅，还没有用过。然后后面是工厂，之前一直给一个2个字的一个门窗品牌做代工，做旗舰门，没有任何的负债，莫名其妙突然就给它卖掉了，我也搞不明白是为什么。难道门窗就这么不好做了吗？来，我给你们看看，这个展厅还是刚装修好的，看到没有？电线还在地上，10几万就给它卖掉了，真是可惜。就这个厂，我们10几个人这里干活的，这个厂倒闭了。然后现在工资我已经全部垫付完了，就是厂里面还没给我们1分钱。应该就是做的这些鬼东西，哪怕货期卖都卖不到什么钱了。这年底了，大家找工作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这个厂呢就是在乌山这个步步高大道哈，不说都知道是哪个厂了，看现在已经烂尾了。大厂小厂都在关门呐。这2天东莞的那个叫天虹科技，几万人的一个大厂，一夜之间说关门就关门了。还有一个佛山做门窗的叫啥？叫维亚森，对，也是一夜之间就跑路。说实话这年头开个工厂，不管你再大再小，都非常的艰难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